师兄。明媚的阳光中，灵河端着茶点自草屋外飘来。李长寿停下手中画笔，伸了个懒腰，将面前的画轴遮了起来，免得被灵娥看去，让他卷入此间因果。这几年他并未闭关，草屋也随便灵娥来去。此前九九师叔也来转过一圈，见李长寿似乎是在著书立传，也没敢多打扰。灵娥跪坐在矮桌的一侧，奉上茶茗，小声道：师兄，莫要太劳心了。不是，人力有时穷，我也会有思虑不当之处，只能尽可能的考虑周全，反复检查是否有漏洞。灵娥抿着小嘴，却也不知该如何帮师兄分忧。李长寿笑道：山门外已经来了这么多要拜师的少年啊。灵娥应了一声，说起了这一段时间门内听闻的趣事。哪位长老发现了好苗子提前收徒，哪个弟子又跟门内仙人隔了1000年沾了远亲。李长寿含笑听着，仙时也仔细看着山门之外汇聚的少年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好苗子。忽而灵光一闪，有些心血来潮。李长寿盯着一名浓眉大眼、身着粗布衣衫的少年看了一阵。这个少年鼻青脸肿，身上还有少许的伤痕，似是从山门前的台阶上滚了一大圈。此刻他正抱着一块干粮啃着，眼底的目光坚定而沉稳，早熟得令人心疼。这是谁啊？能让我心血来潮？难不成是封神大劫之中的应劫之人？李长寿顿时来了兴致，一缕传声钻入这少年耳中：你是何人？那少年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各处。李长寿又传声道：我要看了，我在山中用法术与你交谈。这少年顿时一惊，连忙站起身来，对着山门跪伏下来，口中大声呼喊：弟子叫李靖，南赡部洲人族，弟子家乡屡遭妖魔侵犯，求仙人授我道法，传我仙术，令我能护家乡安宁。李靖，这孩子倒也不容易，脚上布鞋破了洞，包裹中的几双布鞋都磨透了底，身上有炼气境的修为，应该是直接从南州跑过来的。只可惜啊，资质不算多好，估计门内是不会收的。等会儿，这家伙叫什么？李正在喝茶的李长寿扭头喷出一口水雾，灵河猝不及防，只能紧紧闭着眼承受了这突如其来的水神一击。草屋中，灵娥撅着嘴，拿着手帕小心翼翼地擦着脸蛋上的水痕。李长寿歉然一笑，而后便紧紧皱眉，抱起胳膊。仙时注视着山门之外那浓眉大眼好少年，心底泛起了寿之3连。咋回事？不应该呀，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少年李靖可是陈塘关总兵，殷夫人的丈夫，三渣的爹爹，100%空手被接白。这个可能没有。难不成过几十年便是封神了？明显不对呀。南赡部洲尚无玄鸟生商，如果从凡人角度来看，封神的主要对象商国现在影子都没有啊。李长寿考察过许多次了，此时南州俗世相当于是夏末之后群雄割据的状态。南州因幅员辽阔，各处发展水平不一，有部分区域还是部落男女打婚办证，发展程度不一而论。而且封神大劫发生的顺序应该是：第一步，玉帝感觉自己有被三教弟子冒犯到，去找道祖老爷哭诉；第二步，道祖老爷招来三清老爷，让三教签押封神榜，用三教弟子把天庭神位填满；第三步，签押封神榜之后，又过了不短的时间，女娲娘娘被商王帝辛的一首浪诗给冒犯了，要对商王施以惩戒，从而引动大劫。
这时圣人老爷发现大劫应在了南赡部洲俗世王权更迭，阐教采取收徒挡灾策略，截教采取封岛不出对策。这个思路李长寿这些年理了不下上百次，出现错漏的几率无比微小，而单单上面这些步骤走完都不止几百年。李长寿凝视着跪在山门前的少年，不由得陷入沉思的深渊。文一手，先不去盖棺定论，我如今所掌握的信息为时不多，如何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呢？倒也简单。李长寿掐指推算，细细地分析着自己前世的记忆。迈入金仙境之后，前世记忆中许多原本被自己忘掉的细节，若是用推算之法，都能够回想起来。实际上，像大法师这种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纯阳，回想遥远的记忆也是用推算。很快，李长寿就在自己的记忆中提取到了有关封神大劫陈塘关李靖的几条讯息。李靖，陈塘关总兵，大商重要将领，其忠君爱国，后来火线投敌，又刚正不阿，也是偶尔怂过。自称学习道术多年，但修道难成，故选择回凡俗做了将领。这一点与他自称世代镇守陈塘关相矛盾。封神大劫后，肉身上榜，为后世天庭兵马大元帅，托塔李天王。长子次子乃金吒木吒，后跟随各自师父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投入西方教。三子哪吒与李天王效命玉帝驾前。李长寿沉吟几声，继续地思索着。李靖最出名的典故便是与三子哪吒的决裂。哪吒嘛，李长寿自然是熟到不能再熟了，那是神话故事中数一数二的熊娃。其实站在李靖的角度考虑，哪吒打死龙太子，为陈塘关引来灾祸，又失手射死石矶娘娘的童子，本该受责罚。一想到此处，李长寿不由发散了一下思维。李靖身为普通人族，估计很难对夫人怀胎3年半生下来的灵珠转世有什么亲父代入感吧。若让李长寿来评判，李靖是典型的父权主义者，对孩子疏于管教，却不愿意承担教育失败的责任。而促使哪吒剔骨削肉悲剧发生的最大黑手，其实还是那个过分宠爱弟子，什么宝物都给的太乙真人。哪吒铸就莲花宝身之后，对李靖的追杀行为看似是反抗父权，实则也是过了火。这里好像有一点，李靖是在被哪吒追杀的时候，哪吒戳了燃灯道人一枪，从而让李靖得了燃灯道人相助。燃灯赐下一尊玲珑宝塔，李靖凭此宝物将哪吒降服，后尊燃灯道人为老师。在此前，李靖一直自称是昆仑山渡厄真人的弟子。考虑到这些凡俗当将军的平日都喜欢自夸，20万的兵马都能收成80万大军，难不成李靖所谓的渡厄真人弟子就是拜师渡仙门？他在渡仙门修行一段岁月，觉得长生无望，然后回俗世，准备趁封神大劫上天，从而得享长生。李长寿眼前一亮，这一瞬他突然有了一种窥破了迷雾包裹的神话真相之感。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那我能用李靖算计什么？李长寿对跪在山门之外的李靖传声道：暂且安心等候，稍后我自会安排你入门修行，望你勤加修炼，莫忘记今日之初心。山门之外，那少年李靖对着山门一阵磕头，李长寿却是并未多看，坐在那儿暗自思索。旁边的灵娥委委屈屈地擦干净脸蛋儿，见师兄又是摇头又是点头的，也不敢打扰，只能够悄悄地溜走，沐浴洗漱去了。很快，李长寿就理清了思路。送上门的妻子不用白不用，我跟燃灯已经是对立面，自然不能再给燃灯出手的机会了。
不过燃灯的玲珑黄金塔还是要想办法弄过来的。李靖是伐商大军中的重要将领，3个儿子也是优秀的人才，尤其是哪吒，莲花宝体潜力无限，而且关系到阐教12金仙太乙真人。李靖的缺点很明显，就是对儿子关心不够，不懂如何教育，打着忠君爱国的幌子来遮掩自己的不足和缺憾。若稍后能让李靖在渡仙门修行，那我可以从旁暗中干预，让渡仙门大家庭的氛围感化李靖，让他更有家庭责任感。这一瞬，李长寿想到了如何调教李靖，想到了如何让李靖迅速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天仙，想到了如何给予李靖老父亲的加倍关怀。甚至李长寿连李靖下山的时候给李靖准备的锦囊妙计都想好了，其名就叫胎教。渡仙门突然来了一条大鱼，原本对门内关心渐少的李长寿也将注意力暂时挪了回来。调教好李靖对封神大劫也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封神大劫进行时，李长寿能够得到更多干预大劫的机会。在封神大劫之后，李长寿能够通过渡仙门时期的因果，跟今后的天庭兵马大元帅打下感情基础，从而巩固自己权臣地位，更方便赚取功德。天庭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君臣猜忌，有天道镇压，有道祖撑腰，谁还能反了玉帝不成？甚至李长寿发现李靖之后，已经在考虑，在我凝成功德金身之后，就为天庭培养一套靠谱的自己人，作为玉帝的左膀右臂，而我进入半告老还乡的状态，享受仙生。安排是一门洪荒近代兴起的艺术，比算计听起来要漂亮多了。不过李长寿很快就发现，这李靖想要进山门也是挺多磨难呢。李靖先是被其他来拜师的少年针对了，奚落了，随后李靖自身带着的干粮被吃光了，饿了几天，差点饿昏过去。还好李长寿发现及时，安排一只仙鹤飞去，为李靖带去了一瓶冲击丹药，一次性帮李靖解决了2个难题。而李靖所面临的麻烦，便是给李靖物色个师傅，自己收徒肯定是不可能的。李靖这么大的因果盘子摆在那儿，收徒只是徒增烦恼。若是非要自己收徒才能够安排李靖，那李长寿宁愿放弃这个大劫把手。思来想去，李长寿觉得万林云长老是最好的人选。万林云长老为人外冷内热，开始肯定能把李靖吓个半死，但越是这般，后面长老渐渐流露出和蔼的那一面，越能够让李靖感受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父爱如山，大爱无疆。不过万林云长老此时似乎在闭关，后续还要冲击金仙劫。李长寿沉吟几声，只能将这个选项排除。思前想后，像李靖这般今后3界有名的人物，还真就应该请渡恶真人来一趟，收一个记名弟子，这样李靖以后上天庭混仙职，背景履历也能够好看一些。犹豫了几天之后，已经是临近山门大典，李长寿的心底突然泛起了少许警兆。若是我搞不定李靖师傅之事，那很有可能在开山大典当天被圣人老爷降下一个法旨，扔给我一个收字。我去，这事儿越想越有可能啊，这咋办？我不熟之人，如何能够劝服他们收一个资质不怎么样的弟子呢？还要像老父亲那样给予100%的关爱。我相熟之人实在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啊。找大法师帮忙，请渡恶真人来渡仙门一趟，那理由又是什么呢？难不成说我推算之道突然精进到了堪比圣人老爷的地步，推算出李靖之后会是大劫的重要人物？那我8成会被大法师给揍一顿，顺便被圣人老爷拉去紫霄宫中分解了元神。哎呀，不行的话就只能让九巫师伯给顶上去了。但九巫师伯本身就提供不了多少父亲威严的形象，
还天天被九师师伯给教训。偌大的渡仙门，难不成就没有一个合适李靖的老父亲了吗？草屋外传来少许的哈欠声，李长寿抬头看去，却见自家师傅驾云朝着后山而去，想来是去检查九羽师师叔的修行功课。自家师傅，就算是跳出来刷存在感，也绝对不能再收徒了。李长寿站起身来，在草屋之内不断的踱步，心底思索着一个又一个对策。这看上去只是一件小事，却牵扯甚广，且如何处置都不算稳妥。他细细的思量，不断的推演，提出一个可能性就反复的推导。这一次没有灵光一闪，李长寿只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前后推算，走到一条死胡同就及时跳出去，转换思路，调整思维方式，先定向后发散，再抽象。渐渐的，一条清晰的脉络被李长寿握在手中，从如何才能让渡恶真人亲自过来收徒，逆推到了李靖身上有什么足够吸引人的特质。李长寿突然就握住了重点，气运呐！刚刚这李靖能让我心血来潮，让我多看他许多眼，甚至主动开口问询，必是与李靖自身的气运有关。能够肉身上榜，李靖的气运如何会差了？更何况这是今后天庭的大元帅，一父三子，都算地位显赫的天庭豪门大家长啊。很快李长寿就定下了一套方案，在天庭中的指导人也活跃了起来，径直赶去了兜率宫。半个时辰之后，李长寿稍微松了一口气，坐回圈椅之中，看着面前的这一摞卷轴，露出了几分安然的微笑。哪有那么多妙计偶得，不过都是心力付出的结果。2日后，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自天庭回返，带回来了一只宝囊。此时渡仙门之外已经是有大批的仙凡停留。